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前一阵子去了巴厘岛，那种临时出发的便宜凑团机加酒，没有任何行程的那一种，想说带老婆来纯粹住饭店，顺便剪片啊、写书什么的，结果几天下来一个字都没有写。下了飞机，旅行社送了一餐海鲜烧烤，这个是机场旁边的金巴兰海滩，这里整片都是在做海鲜烧烤的餐厅。坐在海滩上，微风吹着，挺舒服的。一人一盘海鲜 barbecue， 这个花枝很软，蛮好吃的。白虾的话就是那样，这个应该是鲷鱼，肉完全不硬，烤得很好，鱼骨跟肉能够轻易的分开，代表鲜度是不错的，肉质很有弹性，但味道都是同一种。这个蛤蜊跟台湾的品种不一样，两边都有肉，很妙，应该一个是从别的挖下来放上去的。这个上面的酱料很好吃，甜甜的，有一种动物性脂肪的味道。这个海风很舒服，海浪非常和缓，缺点就是整个海滩像失火了一样，风里都是极度浓烈的烧烤味。第三天早上，我又来金巴兰了，想来拍这里的鱼市场。这个鱼市场非常有名，很多观光客会来这里买海鲜，然后附近有很多代客料理。左手边靠海滩这个市场像是台湾的早市，除了鱼也有卖其他东西，感觉都是当地人在消费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摊贩陆续开始准备。带我们来的华语司机说他经常带客人来，但从未有人这么早。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早上的金巴兰。市场里面没有看到任何插电的设备，都是用大型保丽龙箱保存。往前走一点就是海滩。这个金巴兰湾很大，海浪很和缓，从市场往前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码头，说是码头，但是没有船停靠，很多平底船都停在沙滩上，出海的时候就用人力推出去。会看到很多平底船陆续回来，这些是在外海作业完的船只，用平底小船把渔获送回来。当地人说一次作业2次，早上下午各一次，应该跟台湾一样是看潮水捕鱼，还有人在撒八卦网，他的动作很到位，但是都没有鱼。还有很多船会把人载回来，海上作业结束，工人就回来岸上，看他们带的鱼也不太多，但是人很多。我想起以前跟船长聊天，他说很多印尼、越南的移工在自己的国家也是从事渔业，有的甚至是船长，但因为这里的鱼价格很低，就算捕到很多鱼也赚不到钱，渔业资源丰富的地方，渔获价格自然低。沿着码头往外走，旁边来来去去的小船像是在捕，有很多船就直接停在海上，因为这里没有台风，整个海就像一个湖。市场人开始多了，摊贩全都就位，带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鱼。这应该都是刚上来的鱼，都没有冰块。这一整篮都是成丁仔，这种鱼超多，但我不认识。这个市场里面味道非常强烈，浓厚的腥味来自于地上的污水。贩卖的鱼倒是没有什么味道。每一摊鲜度落差很大，有现捞的，冷藏1周以上的都有。这里大多是平价的洄游鱼类。铁甲、青鱼啊、竹夹、红尾冬啊、沙丁鱼啊，可以看到使用冰块的店家不多，有的话也只是随便放一点，而且都不是碎冰，是块冰，降温效果很有限。所以这附近应该没有什么大型的制冰厂，没有冰块的话就不用谈什么品质了。而且这里是露天的，没有空调，那少许的冰块一下子就融化了。地上会一直流着不知道是什么的水。这一摊是我看过用最多冰的了，但鱼眼睛全是灰白色的。后来我们就去附近的星巴克喝咖啡，再过来逛这个有棚子的鱼市场，因为附近的代客料理要早上11点才开门，我想要买了直接去代客料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可能会给我冰块。这个鱼市场的味道就稍微淡一点，但也只是稍微。来这里鞋子一定要慎选，这里的鱼全都没有落地，因为地板看起来很可怕。
这里的摊位超多，卖的鱼种类也很多，如何挑选就很考验个人功力了。有很新鲜的鱼，也有退鲜退到完全看不出原本颜色的，或者是白色的鱼肚变成红色，黑色的鱼变成灰色，眼睛往内塌陷的，眼睛完全变白的，鱼鳞完全脱落不见的，冷冻之后再退冰的。这里真的非常适合练功，来逛一圈你马上会增加一甲子的功力。而且这里有很多台湾不容易看到的好鱼跟大物，都是野生的，像是千年鲷啊、赤海啊、红毛啊、超大的臭肚跟大秋菇、大红条等等，我都没有见过，但是都没有好好的保存，非常可惜。印尼南边是整个印度洋，这里的渔业资源应该非常丰富，所以摊位上完全没看到任何小的下杂鱼，可能没有人会浪费时间捕小鱼吧。回想台湾人口密集的地方，自然资源自然会变少，价格自然会变贵，而且所谓的渔业资源枯竭，倒不如说是因为能捕鱼的经济海域都给别人占走了，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反复的捕捞。不过没有关系，现在少子化，等过几年人口变少，吃鱼捕鱼的人也变少，海里自然会欣欣向荣，都是活蹦乱跳的大鱼，就跟印尼一样。我挑了这尾红基母，还算是新鲜，大小适中。因为人很少，我不想买太大的。这尾鱼2台斤多，折台币只要200多，削烂了。这一种在宜兰应该叫做赤海吧，这个很贵。这尾鱼虽然已经有一点变粉红色了，但熟食应该还行，店家还会杀好。我还买了一些野生的蛤蜊，1公斤只要台币40元。这里的鱼都只有一种烹调方式，全都是 BBQ， 所以摊商直接开背，拿去代客料理就非常方便。小姐姐那一把刀看起来很猛。这摊位上没有水龙头，杀完就直接装袋给你。市场的走道很小，人很多，要换边就要走出市场再进来。外面的垃圾场有丢弃的鱼杂，外面的积水应该是市场里面流出来的，感觉如果碰到的话，这个脚就不能要了。刚刚地上有一盒纯白色的真鲷，很猛，不知道要泡水多久，鲷鱼才会变纯白色。非常新鲜的鱼跟非常不新鲜的鱼会放在一起。就刚刚整个看下来呢，这些看起来新鲜的鱼保冰程度都不够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人拿来做生鱼片的。但是饭店附近是有在卖寿司的，提供的鱼一样都是龟鳍尾。生鱼片很贵，品质也很普通，跟台湾一样，有丰富的渔业资源，但是大部分生鱼片都是进口或是远洋的。生鱼片在这里也许只是一种文化外溢的产物，只有观光客会吃。本地的整个渔业流程都是以熟食为主，自然就不用花高额的成本去优化什么冷链啦、制冰厂啊、处理厂什么的。我还买了一尾龙虾，990元台币，颜色看起来没有很新鲜，反正都来了，入境随俗。买好就走到附近的代客料理店，才11点多，这2间就客满了。另外又等了半小时。所有的海鲜统一都是做成烧烤，计费方式是不分种类直接称，1公斤40元。我们还有点冰的椰子水，椰子超大、超深，水超多，跟台湾的小椰子完全不一样。入座之后还等蛮久的。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烤，另外还点了白饭跟青菜。
我后来知道了，这个蛤蜊他们习惯把2个肉都放在同一个里面，然后这个蘸酱跟第一天晚上那一间的味道一样，我想应该是当地一种很普遍的做法。这个烤鱼看起来乌漆麻黑的，我原本以为会很干硬，没有想到非常软嫩，吃起来像蒸的一样，处理技术蛮不错的。你们如果来的话，可以买更大尾的给它烤。龙虾烤的也不错，壳没有粘着，但是吃到后来有一点阿莫尼亚味道，不是很新鲜。店家一开始就把膏挖掉了，所以可能是知道了点什么。整体而言，在这里买鱼吃鱼是非常划算的，专挑那些台湾很贵的来吃，甲壳类的话就还好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下次见。